湿气过重。所以呢？就是我们不要让它汗大量排出，但是身体湿气又会过重。对呀、这样有没有综合之道？还是这综合之道就是跟你的吃进去的有关啊，吃进去的跟排出来的中间的运化，跟这些都有关。比如说我不要练那么凶，但是靠调饮去。因为我们本身的运化如果正常的话，运化正常的话，它身体本身会把它消耗掉。问题是我们现在的问题是说我们吃的太多，然后运化不完全，对，是吧？当你吃的多，运化不完全的时候，你又去出那个大汗，这个大汗是从哪里出来的？是从你原来的本体出来的，就是原来已经运化为身体的水分的那个部分出来的，不是从那个没有运化完整的那个地方的水分出来的，是吧？对啊。所以从3个方向嘛，一个是输入嘛，一个是运化嘛，然后输出嘛。那谁比较重要？运化啊？当你输入没问题的时候，运化就很重要。当你运化没有东西运化的时候，当然是输入重要啊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当你储存很多的时候，当然是输出重要啊。所以这三个不同的人、不同的状况，要做不同的重点分配跟不同的理解，所以都不可以一概而论，是不是？对。像你刚才讲的那个。用那个刮痧啊，或者温灸啊，或什么，现在有用那个远红外线照射啊，很多局部的那个热啊或者电啊去处理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都是属于被动式的疏通经络。这都是什么？从局部着眼的，它都是从局部着眼。可是问题是，当你在做这个的过程当中的时候，它的周边产生什么变化？因为人体是一个整体的流动的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当你在做的时候，它的周边产生什么变化呢？产生什么影响呢？你不知道啊。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这些东西啊，只可以当做什么？只可以当做治标用。它是治标。哎，就是说我水沟堵到了，我把堵到的地方把它清开。清开以后呢，你是不是要注意上游有没有再乱丢东西呀？说它不能解决。它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嘛？所以你是不是要疏通一下上面的流沙什么东西？你要处理啊。是不是这样子？对。所以我们可以借由这个东西来帮我们做短时间的改善。可是呢，改善之后呢，你要自己要做全身性的调理。所以像我跟我太太，我在教她这些，她练不来。我后来就教她很简单的，你就是去外面，然后我们就当深呼吸，然后让她。行啊。对。只要她的深呼吸吸的充足。我说我们借由这样摄取，然后你去调整睡眠那些。你把这个道理跟她讲，她就懂。对。她就懂了嘛？是不是？女孩子的血瘀不是那个血瘀的问题啊。对。是不是？它是个结果，但其实。对，它是一个产生的结果的那个现象嘛。对。那你
很不舒服，用一些方法把这个血瘀去掉了以后，你顺了之后呢，那你从这一次到下一次的1个月的时间，就是习惯还是又回来了。你习惯又回来了吗？那你要做什么？你要做一个全身性的运动或者全身性的疏通，是不是？它才在不会产生那个淤嘛。没事，我想说像我们在练八拇掌、立式这些的时候，我主要想说，我们这样子拉会拉到深层吗？还是会啊？还是会不会？我上礼拜讲了。对。我上礼拜的一个地方，我就谈到这个。好。哎，我再去看，就是外静内动的那个，对。所以当然是这样子。所以我对这些东西啊，那么什么刮痧啊、拔罐呐，又是什么那个什么拉筋啊、拉筋板呐，或者什么这些东西啊，我会持一个反对态度。我持反对态度不是因为说他们没有效，我持反对态度是因为所有的病人如果依赖了这个以后，他们永远在治标，他们不会去自己去做那种前面的那些工作，知道吗？是我曾经被一句话给毒死。他说：“不是每个人都像你们那么认真啊。”想想也有道理。对呀。但是以中医来讲，中医师对病人的责任，对，就是观念，就是在这个地方嘛。对。西医基本上他不管，你说你哪里不舒服，他把你那个不舒服把它处理掉，就好了。除非你像长期病，有的医生就会，比方你糖尿病，他会注重你的饮食啊、你的起居啊，什么东西从这些来调，这就比较倾向于那个接近那个阴的处理所以一般来讲，我不太赞成什么太强调那个标的治理，被动式的，尤其那个气功你去了什么都不干，人家就帮你气功师帮你搞这个搞那个，那你就好了，我觉得很舒服了。这通通都不对，不是说它没有效，而是你给了那个病人一个非常错误的一个观念。有人在问我说，那个灵气啊治疗，我是说尽量不要，因为对人家输入给你，你也不晓得到底输入的是对还是错。对。所以我那天看到有一个什么医生他说他有几种病人不看，有一种就是你来我这边3遍了，你还来，我就不看了，因为我叫你回去做的功课你没做。他就说他的观念也是嘛，你病人你必须为你自己的病要负点责任吧，你自己为你的病你做了什么？你没做，你什么都没做，是不是这样子？然后你就是去找不同的治标的去治，这就是给了身体不舒服的人一个很错误的观念。所以我不主张太大张旗鼓的去宣扬这些东西的。我们要做的宣扬是宣扬什么？是宣扬那个观念，你对身体要有什么看法？你对照顾自己要有什么看法？你对身体健康要有什么看法？你自己能做什么？是不是？重要的是这个嘛？否则大家都是那样子治标，医疗成本越来越高。大家都只想躺着被人家去做这些按摩。对呀，那你不是医疗成本越来越高吗？对。然后你的病痛永远没有办法解除啊。对呀。